在半年前，我就有给各位分享过来自 Furtherly Design 分析工艺新推出的 Torrent 机箱，但是也被誉为是最佳的风冷散热器机箱搭配。虽然说实际的散热通风性确实算是值得这个称号，但是 Torrent 还是有几个比较致命的缺陷。第一当然就是昂贵的售价。虽然和自家的其他款式比起来还算是有那个价值，但一旦撇开和自家产品对比，加入其他的品牌的机箱对比后，售价的吸引力自然就会降低不少。第二则是 Torrent 本身的体积是真的太大了，塞了 ATS 主板外加标准上风扇的显卡，可以明显发现机箱内部空间还是挺空的。在不使用 eATS 乃至双显卡的组合下，一般标准的 ATS 主板与单显卡的搭配，不论是美感还是整体重量，甚至是实际体验都稍微不怎么完整。因此呢，这一次 FT 推出了2款 Torrent 的延伸版本机箱，而这次要来给各位分享的则是这一款 Torrent Compact。这一次是受 FT 的邀请体验新的 Torrent Compact 以及 Torrent Nano 2款机箱，而这期视频将会独立和各位介绍 Torrent Compact。如果你是对 Torrent Nano 这款 ITA 机箱感兴趣，可以去观看我另外制作的 Torrent Nano 独立首发评测。这一次拿到了 Torrent Compact， 在完整体验过后，我先说一说我个人主观的小看法，那就是它绝对比原版 Torrent 还更值得入手。因此，如果你是刚好对原版的大号 Torrent 感兴趣，又刚好自己是 ATS 主板版型以及单显卡的使用场景，那么我强烈建议你看完这一期机箱测评，说不定你会和我有同样的想法，直接选择 Torrent Compact 会更加理想一些。Torrent Compact 的外形体积与其他款式的 Compact 版本一样，都是从原版的款式缩小体积，整体体积为450毫米长、222毫米宽、467毫米高，比起原版 Torrent 小了不少。虽然说整体兼容性也会随着体积缩小而有所缩减，但我个人觉得所缩减的兼容性对目前使用 ATS 版型加标准上风扇显卡，外加一个猫头鹰 D15 散热器，这2款机箱的兼容性基本算是没差别的。所以我觉得更加紧凑的 Torrent Compact， 不论是体积、外形、美感、重量等，在如此的搭配上，体验都会比起原版 Torrent 更加的理想。唯独在硬盘支持数量上，从原本的2个3.5寸加4个2.5寸硬盘支持，变成了1个3.5寸加3个2.5寸硬盘支持。虽然对于一些本来就有多硬盘需求，特别是3.5寸硬盘来说，原版的 Torrent 在这部分的兼容性自然就会明显更好一些。但是这样的用户又愿意选择 Torrent 的又有多少？反正我个人觉得，如果是有多硬盘需求，绝对会去选择 Defy 系列，而不是 Torrent。原版 Torrent 独特的双18厘米风扇的设计，在 Torrent Compact 获得了保留。2把风扇依旧是同款的 Dynamic S2GP-18PWM， 没错，就是那款38毫米厚度的大风扇。前原版同样可以通过转换支架切换成2个14厘米或3把12厘米风扇，同样在前方也能够支持最小360冷排规格。底部的部分 Torrent Compact 原配并不提供风扇，而支持2把14厘米或3把12厘米的风扇。在使用 MATA 主板的时候，则是能够兼容2把自家的 Dynamic S2GP-18PWM 的18厘米风扇。最长兼容280的冷排规格，不过并没有提供风扇位的简易安装支架，想要在底部安上串风扇，就必须从机箱底部来进行安装，体验自然就差了不少。另外 Torrent Compact 可不是单纯的等于是原版 Torrent 的缩小版，部分在原版 Torrent 上的一些设计缺陷，在 Torrent Compact 获得了改善，当然只是部分，一些缺陷同样在 Torrent Compact 获得了保留，甚至还放大了。首先，在顶部电源仓的位置中设计了一个3.5寸硬盘支架，这个在原版 Torrent 是没有的。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新的改动，而且这个硬盘支架是能够进行错位更换。如果使用上200毫米长的电源，可以将硬盘支架给移位到靠前一点，算得上是弥补了上次电源更加占据空间的缺陷。而理线仓也不必为了迁就3.5寸硬盘，必须预留更宽阔的理线空间。另一个改动则是这个自带的 Nessa 9P 风扇集线器，除了
了已经是替换成不会短路的更新款以外，原配的集线器也安装在这个更加合理的位置，让整个理线体验会更加理想。当然，这也是因为 Torrent Compact 的理线仓厚度从原版 Torrent 的32毫米缩小到20毫米厚，因此 Nexus 9P 自然也必须更换到一个理线体验更加好的位置上。不过就因为 Torrent Compact 的理线仓只有20毫米厚，这就有一个稍微致命的小问题，而这个小问题就和这个在原版 Torrent 就保留的缺陷有关系了。由始至终，我不是很明白为何 Torrent 系列的 TG 版本机箱，也包括这次的 Compact 版本与另一个视频的 Nano 版本，都要在理线仓这个位置采用更厚的钢化玻璃面板，而并不是全遮盖的铁皮面板。明明不带侧透的 Solid 版本就是铁皮面板的。毕竟我是有点不理解在理线仓位置使用钢化玻璃面板的意义，而铁皮面板不仅可以有遮羞的作用，实际成本也比起钢化玻璃更低，从而让 TG 版本的实际价格能够稍微降低一些。但 FD 还是给 TG 版本用上了双面钢化玻璃，这个设计的不理解在原版 Torrent 其实也就无伤大雅，充其量也就当作是无意义的增加成本而拿来吐槽的缺点。但在 Torrent Compact 就不同了，前面就说到了 Torrent Compact 的理线仓缩小到了只有20毫米厚，我实际装机的时候采用原装电源线，使用机箱附带的理线夹，这个玻璃侧板基本上是没办法很好的完全扣稳的，而总感觉玻璃侧板会一不小心就会松开掉落出来。这还是尽可能在减少线材的使用，测试的时候甚至完全没使用2.5寸硬盘，更不用说需要多设备连接的理线会更加的糟糕了。虽然说在侧板中间部分可以通过手拧螺丝将玻璃侧板与机箱顶部位置进行安全锁，但是这有一个很尴尬的 bug。本来 FD 机箱的无螺丝侧板扣装设计就是为了让用户有更方便、更好的体验，而且大部分会选择 FD 机箱也是非常喜欢这个设计的。但这个手拧螺丝的位置是需要通过拆卸顶部电源仓的遮罩才能进行拆装，而电源仓的遮罩在机箱后方又有2个手拧螺丝进行稳固。也就是说，如果你要确保这个理线仓的玻璃侧板可以很牢固不会掉落，那么侧板中间的稳固螺丝是必定要拧上的。但如果要拆下这个侧板，就得先拆下电源遮罩的2个手拧螺丝，再拆下侧板中间的螺丝，才能拆下这一片玻璃侧板。这和原本 FD 机箱的侧板设计理念完全是背道而驰的。而这部分如果是采用厚度明显薄了不少的铁皮侧板，基本就能完美解决，不会因为理线仓太拥挤而导致无法扣稳，也不需要在中间特别锁上螺丝，自然也就不会遇上上述的情况了。其他像是后方全方位的透风网孔与支持112厘米风扇，前方的面板外观与磁吸式扣装设计，附带的显卡支撑支架，机箱背面的理线魔术带，以及包括电源厂的 RGB 灯带，在 Torrent Compact 上都是获得保留的，这一点和原版 Torrent 基本一致。然后是实际上的体验，这次我采用了 Intel i9-12900K 处理器，搭配华硕 ROG Strix G690A Gaming Wi-Fi D4 主板。由于 G690A 无法使用猫头鹰 D15， 因此散热器是使用利明 FC140 Black， 显卡同样是来自华硕的 TUF Gaming RTX 3070 OC， 电源是 FD 自家的 ion Plus 860瓦白金全模组电源，并且我将 i9-12900K 锁定在大核 4.9 GHz、小核 3.7 GHz， 在这样的搭配下进行了单双烤的测试，以确保测试过程中的频率是统一一致的。首先在 IDA64 FPU 烤机测试中，在进行了20分钟烤机后，处理器的温度来到了90度，功耗维持在225瓦。然后是追加富 Mark 甜甜圈进行双烤，同样在20分钟后，处理器的温度稍微上升2度到92度，功耗在229瓦，而显卡核心温度则是在62度。另外，我也追加了尾部一把12厘米风扇以及底部2把14厘米风扇，3把风扇都是来自 FD 的 Dynamic 系列风扇，之后再进行单双烤的测试。实际对比可以看得到，单烤 FPU 场景下，相比起只使用原配2把18厘米前脸风扇，处理器的温度下降了3度，而在进行双烤场景下，处理器的温度也是下降了3度。在装满风扇后，还是会进一步加强机箱内部的风道性能。不过显卡的温度在2种模式下都是基本一致，估计是3070的热量还不足够大，原配的2把前脸大风扇加上机箱优质的风道设计已经非常足够了，估计得要3090等级的显卡才能真正需要在底部位置加风扇了。从测试的结果可以看出来 ，Torrent 系列的优势在面对高压力双烤的情况下可以很好的发挥出来。因此，最终单烤与双烤测试中，处理器的温差才会那么小。此外，我也录制了2种模式下的噪音对比，这边也放出来给各位做个参考。
Torrent Compact 分别有全黑无玻璃侧透的 Solid 版本、全黑的 Dark TG 暗化玻璃侧透版本、全黑与全白的 Clear TG 钢化玻璃侧透版本，以及全黑带 RGB 风扇的钢化玻璃侧透版本。官方建议售价的部分 ，Solid 版本为639零吉 ，TG 钢化玻璃版本为689零吉，以及 RGB TG 版本为799零吉。如果你本来就对原版 Torrent 有兴趣，那么 Torrent Compact TG 钢化玻璃版本在更低的售价、更紧凑的外观、更小的体积，当然也包括了一小部分 Torrent Compact 较明显的缺陷。我个人觉得会比起原版的 Torrent 更加值得入手，前提是不和其他牌子的机箱做比较。如果是要和各大品牌的机箱来比较，我只能说会买 FT 机箱的还是会买，不会买的，除非价格是真的十分便宜，否则不论该机箱的品质和体验如何，还是不会去买就是了。当然我要说的是，一般会购买 FT 机箱的，在乎的是整体的使用体验，我没办法很好的去形容和表达，只能说如果有机会，我会建议去线下店尝试体验看看。如果你会喜欢，你就是会喜欢。当然 Torrent Compact 还是挺贵就是了，只是我作为一个自媒体，希望各位能够把视角放在价格以外的部分，然后去仔细判断是否适合你自己。毕竟机箱的体验很难完全数据化，通过一支视频就能完全表达出它的优缺点。更多的体验还是需要用户去亲自感受以及衡量自己的使用场景，才能体会到它的实际价值。不过 Torrent Compact 确实弥补了原版 Torrent 体积过大的缺陷，而对于一些想要使用高端风冷散热器，机箱的预算也足够高的话，那么个人主观的认为，Torrent Compact 会比起原版 Torrent 还更加值得入手。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次影片的全部内容了，当然也别忘了去观看 Torrent Nano 的影片哦。如果觉得这期影片还不错，就别忘了点赞、分享、支持一下。接下来还会有更多有趣的内容，所以别忘了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以及加入我的 Discord 交流群。对这次的内容有任何的想法，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和大家一同交流。那么这一次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我是 Kenny， 我们下期影片见。